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天津，天津有很多名人故居啊，今天咱们去逛一下。后面这个张园啊，他住过2个大人物，一个是末代皇帝溥仪，还有孙中山也在这儿住过啊。然后这里解放以后呢，也是天津市委的那个办公地址，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。咱们先逛张园，一会儿去逛静园啊。走，先到这里看一下。今天就是这个天津，名人故居一日游，来。这个张园挺漂亮的吧？2层的红砖小洋楼啊，门前还有假山，门票是25块钱啊。最早呢，这里是湖北提督那个张彪他的私人园林，张彪以前是张之洞手下的侍卫啊。然后他在这里盖好这个园子以后，孙中山在1924年来住过啊。然后1925年的时候，末代皇帝溥仪也来了。因为溥仪当时被赶出紫禁城了啊，没地方可去。他来了天津以后，被这个张彪就接到这里来住了。张彪是当过湖北提督嘛，溥仪是他以前的主子。他听说溥仪来了以后，特别的热情，把这里重新装修一遍，把溥仪请进来了啊。而且呀，他还每天亲自来打扫庭院，还把溥仪像皇帝一样侍奉啊。溥仪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呢。进去看看他住的地方吧。这里有一点遗憾啊，就是当时溥仪和孙中山住过的那个地方都被日本人拆了。现在看到的这个2层小洋楼都是日本人后盖的，看不到溥仪的那些旧址了。一会儿我们到那个静园去看一看。但是溥仪在张园住的时候啊，遇到2件噩耗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清东陵啊，祖坟被挖了。那个军阀，那个孙殿英啊，把他们家的祖坟给炸了。还有第2件事呢，就是人家这个园子的主人不让他在这儿住了，把他撵出去了。因为那个主人张彪去世了，然后张彪的儿子呢跟溥仪收房租了，溥仪不愿意交房租，然后就搬到离这里不远的静园去了。走，咱现在到那个静园去看一看啊，那里有很多溥仪的那些留下的东西，走吧。现在就到静园了。溥仪从张园出来以后就搬到这里了，他2个呀就距离200多米，特别的近。到这里去看一看。这个园子门票20啊，这里还有溥仪的卡通像。溥仪当时来的时候啊，他是带着皇后婉容还有淑妃，2个女的来这里的啊。这里的楼呢就是原址原貌了。当时他们住在楼上，进去看看。这个楼的1层是会客大厅，我们先去2楼看他们的卧室吧。上面还有个3楼的阁楼，那个是给侍卫住的啊。溥仪作为一个末代皇帝，身边是有贴身侍卫的。楼梯转过来，就在这里面住的呢。正对面是溥仪的办公室啊，这边是婉容的书房。然后这边呢就是溥仪的卧室了，看看啊，末代皇帝呢就是住在这间房子里。这边是书桌，他的床，这床不怎么大呀，这跟他在北京紫禁城的龙床比起来，这也太寒酸了。你看我要躺上去肯定腿伸不开的，我这1.85米的大个啊伸不开，说明溥仪的个子不高啊应该。这边实木家具啊。这里还有一个电风扇呢，哇，那时候就有电风扇了吗？这里还有一个溥仪的，当时的照相啊，你看穿着西式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戴着墨镜，还拿着这个棍儿，反正挺绅士的感觉啊。因为他的老师庄士敦就是那个英国人嘛，所以他的一些行为啊，都很西方化的。然后这边是他的书房和卧室是连着的啊。你看他的办公桌前面呢，还有那个高尔夫球杆，他也跟这个西方人呀也是打高尔夫球啊，都是受到那个庄士敦的影响。然后看那边摆了很多的字画，还有瓶瓶罐罐，那都是文物古董嘛。溥仪的花费那么高，他的钱哪里来的啊？就是卖这些字画卖的钱呢。因为他从故宫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那些稀世珍宝啊。
所以能保证他一路上的这些花销。好，再看看旁边是那个皇后婉容的书房，还有卧室。婉容从小在天津长大的，婉容也会弹钢琴，这里有个钢琴，这上面还有个照相机呢啊。溥仪和婉容都喜欢拍照，他们在天津啊拍了好多照片呢。现在我们也能看到那个溥仪长什么样子啊。这是婉容在这边拍的照片，这边就是婉容的卧室了。后期婉容也不受溥仪的喜欢了嘛，所以婉容也比较郁闷，她就染上了毒瘾了。你看床上呢有那个吸毒的工具啊。据说是因为这个时期婉容和侍卫好上了，而且还生下一个孩子。那溥仪头上顶了顶绿帽，他肯定是非常的生气啊，就把这孩子扔在火炉里烧死了。然后婉容呢特别伤心，就染上毒品了。再看一下文秀的房间，文秀是末代皇妃，她比婉容入宫时间早一天，当时是被封为了淑妃。文秀后期呢也是不受溥仪待见，被冷落了。因为当时溥仪想投靠日本人，文秀就劝他不要投靠日本人，所以被溥仪反感嘛。溥仪就开始冷落他，后期呢居然还离婚了。哇，朋友们，这可是创造一个历史了。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啊，还没有哪个女人说跟皇帝离婚的呢。文秀后来嫁给一个军官啊，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。所以文秀的结局比婉容要好啊。这边是清朝的各个皇帝啊，后面写的每个皇帝生了多少个儿子，多少个女孩。从他们刚开始啊，这些皇帝特别能生，就是最鼎盛时期。越到后面就生的孩子越少了，最后这几个皇帝啊，同治啊、光绪啊、溥仪啊就没有孩子了，说明这个帝国越到后期越不行了，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。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康熙生了35个儿子，皇太极生了11个孩子，最开始的努尔哈赤16个孩子，鼎盛时期的那个也能生，越到后期就生不出来了。2楼转完了，咱们再到1楼去转一转。1楼就是办公室和会客厅。看这里挂的一副对联，这第一个字就是静啊，这个园子呢也叫做静园。这可不是代表溥仪想在这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啊。静的意思呢是静观其变，静待时机的意思啊。因为溥仪被人拉下了皇帝的宝座，赶出了紫禁城，很狼狈的逃到这里。所以他脑子里呢还是想复辟当皇帝的啊。他在这个会客厅经常接见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，就商量复辟的事宜啊，而且也会和各国的这些使馆人员联系。当时他的英国老师是极力劝说他前往英国的，因为英国实行君主立宪，也是保留的皇室的。同时呢，日本人也在拉拢他。那个日本的土肥原贤二啊，还来这里亲自和他座谈。很显然，溥仪被日本人说动了啊，就投靠了日本人了。这是溥仪的餐厅，大家看这个装饰呀，还是桌椅板凳啊、烛台呀，都是西式的啊，表示溥仪当时的生活开始西化了。这里还有留声机，哇，听着音乐吃着饭啊，溥仪很会享受呢。这个园子转完了，没有多大，1个小时就够了。了解这个溥仪在天津的轨迹啊，溥仪呢一共当了3次皇帝。最开始啊，他还不到3岁就被别人推到皇位上了，然后又被那个袁世凯又赶下皇位了啊。然后在他18岁的时候，张勋复辟，他又当了1次皇帝，然后又被跑到天津来了。第3次呢，他又被日本人扶持的，在那个东北嘛，建立了伪满洲国，又当了1次皇帝，一共是3次啊。最后呢，他往东北跑的时候被苏联人逮住了，苏联呢，然后又移交给中国，最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啊，在那边看押的。
然后呢又被特赦了，这就是他的一生，啊，他一生也是颠沛流离，那个反正挺丰富的这一生啊。来，这里有一个溥仪当时用过的这个喷泉，这个叫做碧泉啊，它那个泉水是从那个墙壁上流出来的。当时解放以后啊，这个园子里面住的45户人家呢。后来溥仪的弟弟来了，发现那个碧泉，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。后来呢，又把这些45户人家又腾退，现在又重新修复过了，又开放了啊。这都是修复过的。来，这边是它的后花园，来看看。看这园子里面环境特别好啊，现在修的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参观完已经闭园了，5点半闭园，可以回了。开始了，快看，那个船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船还挺漂亮的啊，这是天津海河的那个晚上夜游的船啊。远处是那个天津之眼啊，天津的地标摩天轮。从这里看感觉挺小的吧，其实你走到跟前，那个摩天轮有30多层楼那么高呢。哎呀，这个海河的夜景挺美的啊。来，往这边走一走吧，在这里溜达溜达。哎，又有一个船过来了，快来，快过来，给我拍拍这个船。哇，看这个夜景啊，真是美轮美奂呢。每次经过桥的时候，这个船都要鸣笛。这个船好像是100块钱吧，晚上。那个摩天轮也是100块钱啊，晚上可以去坐的，看看两岸的景色。然后快看这边，这里有好多狮子的啊！这个是天津的那个狮子林大桥，这个桥上面据说有1000多个狮子呢。北京不有一个卢沟桥吗？那个卢沟桥有400多个狮子吧？那天津这个比北京那个这个狮子还要多啊！具体多少也没有人数过。来，那里还有一个教堂，也算是这边的地标啊。晚上打了灯以后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对面还有一个天津最火的一个网红景点，那个拜拜跳水。走，你看这里桥上特别多的人啊。他们都在看跳水呢，这个是天津一个最火的网红景点，6A 级的，叫做拜拜跳水。咱们也都过去看一下，人超多的啊，这个桥边都挤不过去的，越往这边走越挤。现在都晚上有没有8点了？7、8点了吧，还这么多人。你知道白天时候人更多，这条街上都走不动。我们从北泉过来的，就在这里跳呢。来，快来看看那个下面有多少人。这下面的人更多啊！你看那个边上，还有这个两岸，全都是人呢。这边这么多人，哇，要跳了！这个深水炸弹，哇，大家都在拍呢。我来了！好，我叫小梅子。哦，小梅子。好，我不是大爷，我是拜拜。牛逼，拜拜！我叫小梅子。牛逼！我不是大爷，你是拜拜，牛逼！跳水有危险，一定不要模仿。好嘞，注意安全。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谢谢拜拜。那个拜拜咋跟你说的呀？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没跟你握手。拜拜，爱你们，爱你们。啊，要跳了！看完拜拜跳水，我们顺着海河边往这边走个500、600米的距离啊，有2个楼需要看一下。一个是这个红色的别墅，这是冯国璋的别墅啊。
在它旁边，那个是袁世凯的别墅，他俩一左一右啊，一个姓冯，一个姓袁，所以叫做左右冯袁。冯国璋就是冯巩的太爷爷啊。这个别墅挺漂亮的吧，1000多间房间呢。再看袁世凯这个房间修得更美啊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德式风格的别墅。这下面有好多人在这里跳广场舞的，晚上特别热闹。这里拍照打卡也很漂亮啊，也可以买票进去参观的，50块钱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在外面拍照就可以了，因为袁世凯也没有住过这个楼，袁世凯死了2年啊，这个楼才盖好。这个别墅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期间盖的啊。当时他就发达了嘛，在天津盖了很多的别墅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袁世凯后来是民国的大总统嘛，冯国璋呢是副总统，他俩一正一副啊，民国的1把手和2把手。他们的房子盖得这么近啊，说明当时的关系还是挺好的。袁世凯死了以后啊，这个权力本来有可能会落到冯国璋的手里，但是被段祺瑞夺走了啊。段祺瑞就是接了袁世凯的班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的夜景是真美啊！这个游轮一艘接一艘过去。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起床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起床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这夜莺歌唱，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夜来香，夜来香。今天去天津的张学良故居转一下，这个地方人气很火的啊，热门景点就在我身后这个小洋楼。售票处门票80块钱，3层小洋楼，一进来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雕像啊，后面还有喷泉。
这个楼建于1921年，然后张学良呢是1924年到1931年在这儿住的啊，住了7年的时间。当时因为他经常来天津嘛，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个这个别墅。到里面去看一看，这是他们家的客厅，全都是西式装修啊。其中有一个镇馆之宝，就是这个钢琴。这是赵一荻当时喜欢弹琴啊。这个钢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这个白色的琴键全都是象牙做的啊，象牙的，非常贵啊。现在100年历史已经不能弹了啊。2010年的时候，著名钢琴家郎朗来过这里啊，弹了这个琴。然后这边是梅兰芳舞台。张学良和梅兰芳啊是在北京认识的，之后就请梅兰芳啊经常来这里吃饭呀、喝酒呀。有一次梅兰芳先生就喝高兴了啊，在这个舞台上就现场登台献艺。俩人都是民国4大美男子之一啊，平时都认识，经常交流啊。然后这里放的麻将桌，平时在这里打麻将、听戏，哎，这小日子过得太好了啊！而且人家这个麻将也不一般的啊，它这个背面是竹子做的，麻将的正面是牛骨做的啊。然后他们家这个椅子也是不一样的啊，你看，这个后背啊是可以抽起来的。冬天天气冷啊，就当这边靠背；夏天天热的时候，就把这边换过去。这边是光板嘛，光板坐的就凉快啊。而且这个下面的这个也可以换的啊，靠背和这个坐垫都可以翻面的，有玄机的啊。这是中式餐厅，装修风格都是中国风。张学良宴请这些达官贵人的地方啊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张学良用的这个筷子，你看一白一黑，这啥意思呢？寓意着他们家黑白通吃啊。我们知道张学良他爸张作霖就是土匪出身的嘛，后来慢慢壮大了，就成了正规军了啊，就是黑白通吃。这个里面是西式餐厅，他们家有2个餐厅嘛，一个装修风格是中式的，另一个就是这个西式风格的。因为这个张学良经常会见国内国外很多客人嘛，来的不同的人他就带到不同的餐厅吃饭啊。这上面是他爸写的天理人心，就是说做事要有良心之类的嘛。这个是张学良的照片啊，张学良很帅的啊，那个民国4大美男子之一。其他3个美男子啊是周总理、梅兰芳，还有那个汪精卫啊。餐厅里面有一个宝贝，一定要看一下，在这里放的呢，叫做虎威军刀。看，里面是刀，外面是刀鞘。这是他100周岁的时候啊，过生日的时候，吕正操将军送给他的宝刀。张学良是活了101岁嘛，1901年到2001年，也被誉为世纪老人啊。这把刀上当时是镶嵌了100颗宝石呢，现在也看不到宝石了啊。宝石被人拿走了吗？据说张学良是周杰伦的歌迷，你们信吗？张学良2001年去世的嘛，周杰伦是2000年开始火的，这个时间也能对上啊。张学良去世之前就听周杰伦的歌呢。1楼转完了，现在去2楼看一看，他们家的这个栏杆呀、楼梯呀，还是窗户呀，这木材呀，都是从菲律宾进口的，很珍贵呀。楼梯转弯处啊，还有一个电话呢。以前这里是有一个人守着的啊，如果你要上来的话，守卫就会给张学良打电话。喂，谁要上去找你玩，可不可以让他上去？经过同意才能上楼呢。2楼是生活区，这个是他俩的卧室啊，墙上还挂着他们的合影。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期间啊，一直都是这个赵四小姐陪在他身边。这个是他们睡过的床，
可以看到床比较小啊，不是东北人身材都比较高大嘛？其实他们的身材都很小啊。张学良也是一个小个子。你看这是干啥的呢？这相当于现在的电热毯啊。当时这边比较冷嘛，就可以把木炭放进去啊，然后暖被窝用的，有意思啊。墙上挂的呢，就是赵四小姐16岁时候拍的照片，也是挺美的啊。他俩确实是郎才女貌呀。他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据说是在一场舞会上面，当时张学良周围啊围了很多的美女，就跟现在王思聪似的啊，是焦点，很多美女都给他抛媚眼，但是他都看不上。这时候他发现角落里坐着的那个赵一荻，引起他的好奇了，他就想走过去看一看嘛。结果走到人家跟前了，人家美女也不拿正眼瞧他，在那看报纸呢。这时候张学良呢，一把他的报纸抢过来，一看上面呢，报纸上是他的新闻啊，这样俩人就认识了，说明赵一荻还是有点心计的啊，用这种方法引起他的注意。这个房间是赵四小姐的接待室啊，因为她有一些闺蜜啊、好朋友啊，就会请到这个房间里来。你看这里的椅子也是很有特色的啊，都是这种成双成对的，而且是鸳鸯啊，寓意着他和张学良两个人非常相爱的意思。这个是张学良的书房，他这个书房的特点啊，就是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窗户，椭圆形的啊。我们看像不像现在那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呀？你看川普呀、拜登啊，他们坐的那个办公桌后面也是这样子的，非常的像啊，感觉就像总统在这里办公似的。而且他这个办公桌呀，下面是像麻花一样的，天津特色嘛，就是大麻花。这边是开会的议事厅，这个房间的装修就比较庄严和庄重了啊。它这里的椅子啊就比较有特色，你看靠背非常高，一个人坐在那里啊，完全就把他的头都挡住了。这么设计啊，就是怕有人暗杀他们的，万一一个杀手过来，你看在这后面你是看不到那边坐的是谁的啊。出于安全考虑这么设计的啊。桌子上有2个龙，中间是珠子，2龙戏珠的意思。然后它这个房顶呀，还雕了很多很多的凤凰，上面有凤凰，下面有龙。而且张学良的原配夫人叫于凤至，你看他这个名字就是凤凰来了的意思，老婆是凤凰，那寓意着他就是真龙天子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冰箱呢，这是不插电的冰箱啊，设计的非常好。你看这上面呢是放冰块的，然后下面这一层是放水果的。它这个冰块这个冷气会往下沉嘛，所以就可以保鲜，保持水果啊、蔬菜呀不会腐烂啊。哇，设计非常好。大家知道这冰箱里放的冰块是哪来的吗？冬天的时候海河结冰，把那个冰凿回来，用棉被包着，放在地窖里，夏天的时候拿出来用，这么来的啊。这边是他家的大阳台。哇，站在阳台上可以看风景，这外面啊车水马龙的，而且旁边就是天津著名的瓷房子，那边呢就是张爱玲故居，他们都挨着很近的，可以一起游览一下。现在去3楼看一看，3楼一整层啊全都是舞厅。哇，看这个装修，这个灯光，一下子感觉来到了上海滩一样啊。前面是唱歌的，这边是跳舞的舞池，边上是那个包厢。哇，找那个上海滩的感觉。这时候那个《夜上海》那首歌可以起了啊。上海滩名媛附体，给大家来一首《夜上海》。现在到天津的古文化街去逛一逛啊，
这个地方是5A级景区呢，就在市中心啊。但我感觉怎么是一个步行街呢？都是各种商店啊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牌坊，写着“孤上艺苑”。孤上就是天津的别称，艺苑呢就是文化发祥地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天津文化的发祥地。想了解天津文化、天津小吃的，来这里就对了啊。但我感觉跟北京的那个前门大石栏差不多啊，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街道。进去逛一下吧。这个门口有个排队的这个店是耳朵眼炸糕，这是天津三绝啊。三绝呢还有那个狗不理包子，天津大麻花。我看看这个耳朵眼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图片才是炸糕呢啊，有好多种馅料呢。香鱼味的，这不就跟我们太原的炸糕一样吗？各种馅儿嘛。这两个给我干饱了，现在吃不了别的了。买2个炸糕，边走边吃边逛啊。这红豆馅的，哇，走到泥人张了，到这里转一转吧。都是天津老字号啊，这条街上。妈呀，这里还有那个打快板的呢。对面就是18街麻花，哎，前面还有杨柳青那个年画呢，哇，全都是天津的这个代表作呀。先到泥人张里面转一转，这全都是用泥巴捏成的这些人嘛。哎呀，果然是啊，真的特别多这些塑像。贵不贵呢？这是12生肖，80一个。这也是12生肖。哇哦，终于看见天津狗不理包子店了啊！这个本地人都不吃啊，都是卖给外地人的。这是另一家狗不理包子店，看看包子的价格，8块钱一个啊！哇，确实是有点贵呀。外地人来的话，尝一尝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是杨柳青年画，那个大头娃娃抱个金鱼。很多人很见过吧？二嫂子煎饼果子，煎读4声，果读2声，立马就有天津味了啊！煎饼果子，像不像啊？要吃个闹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煎饼我们都吃过，那果子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里头夹的薄脆啊，也有夹油条的。我在北京时候天天吃这个煎饼果子，早上吃一个特别抗饿。再到那边转一转吧。前面走到天后宫啊，这是整个文化街里面最核心的建筑啊，一定要进去看一下，很有历史的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先有天后宫，后有天津城。看到它的地位了吧？天后呢，就是那个妈祖啊，这里面供奉的是妈祖。中国有3个比较大的妈祖庙啊，一个呢是在福建莆田，另一个在台湾，还有就是天津的这里了。你看这里还有台湾同胞专门的一个接待站，那边是海峡两岸交流的啊。3大这个妈祖庙，门票买好了。说一下这个天后妈祖的情况啊，她其实是福建莆田人，是一个女的啊。因为她经常驾船出海，帮助在海上遇到难的这些渔民，所以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供奉她，祈求她就是让自己出海的时候啊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。一般是沿海地区的渔民会供奉这个妈祖啊，那天津这里为什么也会建一个妈祖庙呢？因为天津最早也是港口城市嘛，那个从海上下来的货物先放在这里，然后再运到北京啊其他地方，这里是个中转的啊，然后渔民在这里聚集，就建了这个妈祖庙啊。这里面供奉的就是妈祖了。这个庙是元朝时候就建好了，到现在700多年历史了。天津是明朝永乐年间建的城啊，才600多年。
所以这个庙的历史比天津城市还要早啊。所以有那个先有天后宫，后有天津城的说法，非常正确。现在这条街之所以评为5A级景区也很大原因跟这个天后宫有关系吧。历史悠久嘛，又是文化景点。想来这儿参观的人得早一点来因为他下午4点半就关门了。转完了，从北边走到南边半个小时这边写着金门故里。提起金门，我就想起那个霍元甲了阔。到前面这个教堂去转一下，这也是来天津必看的景点这是天津最大的这个天主教堂西开教堂，盖的还是挺漂亮的进去了解一下这个天主教的一些文化知识。你看它这个底是绿色的其实呢它这是铜做的应该是黄澄澄的颜色，但是时间久了以后那个铜生锈了嘛，就变成绿色的了。这是知识点铜生锈了以后是绿色的。免费的进去看一下吧，这人还是挺多的。我也没有宗教信仰纯粹是进去拍照打卡的。这个教堂是1916年建好的距今100年了。由法国传教士建的，大门没有开然后从这个侧门就可以进去了，免费的谁都可以进来的。哇，里面真的好大呀！哇，非常空旷挑高非常高，很神秘的感觉宗教仪式很满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彩色的窗花，如果有光线从那里照进来的话，就会比较神秘显得。然后还有这个水晶吊灯之类的。这里放着好几排的做礼拜的这个椅子。这里面的空间感特别大随便走走可以走到前面去的。这个两边的墙上有这些雕像，这都是耶稣的12个门徒一边6个，那边也有看这一排一排的座位，每周固定时间他会做礼拜的。这教堂里面游客也很多的，但是大家呢就自觉的把声音调小了，不像在外面说话那么大声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。这墙上挂着一个世界名画达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，耶稣和他的12门徒吃饭耶稣说，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，你们知道是谁出卖了吗？教堂里面有很多这种小房子，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？这是给教徒赎罪用的。神父会坐在中间的隔断里面，然后这两边呢会有教徒在这里向他倾诉，就说我最近做了什么错事，心里很不安要忏悔，然后神父就会给他开导就是这个作用参观完教堂，我有一个疑问和大家探讨一下。你看这个外国人来了中国以后，他们就盖教堂、盖清真寺、盖寺院，这算是一种文化输出吧。那么中国人去了外国盖什么呢？我们的文化符号是什么呀？你看我们在国外最多的就是唐人街，是不是那个牌坊，关帝庙，这算是我们的文化输出吗？我先到车站了，要坐车去承德玩2天，因为我的车还没有修好呢，还在 4S 店放着呢，还需要4-5天的时间吧。这段时间呢，正好坐车去承德玩一下，到时候再回来取车而且天津那个海洋博物馆也没有去呢，下次一起去吧。那个博物馆要提前3-4天预约呢，这次没有约上。闪现到承德了，天黑了，在承德市区找个地方住。这个房间120块钱，还不错吧？比天津住宿便宜多了好，明天就去避暑山庄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